这绝对是德爷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期。赶路途中竟偶遇一枚野生地雷，差点8人一桌吃大席。但除此之外，本次的伙食是真不赖，嚼着里焦外嫩的炭烤千足虫，吃着香甜软烂的野生无花果，还有一大堆新鲜的鸡油菌菇，小日子过得也还算有滋有味。本期德爷来到了老挝的富良山脉，这里曾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洗礼，深山老林中依旧埋藏着许多地雷。德爷搭乘着摄制组9块9包邮的直升机，火速抵达挑战地点。伴随着直升机渐渐远去，本期挑战正式开始。不带食物，不带求生工具，甚至连头发都不带，德爷要在接下来的10天里抵达30公里外的接应地点。没有缺德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德爷根据太阳辨别出前进的方向，接着便收拾好行李朝目的地进发。可没成想，刚往前走了2步，老天就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，前进的方向被一道大山给挡住。这接近90度的悬崖峭壁，要想翻过去简直难如登天。按照德爷的尿性，自然是能绕则绕，转身就扎进了一旁的小树林。可这条路也不是这么好走的，这里不仅植被茂密，而且还有许多荆棘，德爷每走一步都要万分小心。走了大概2分半钟，德爷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走错了，无奈只能原路返回，朝着西边进发。然而相较于道路的艰难，最让他感到头疼的还得是口渴问题。在30多度的丛林里长途跋涉，如果不喝水很容易会中暑窒息。就在德爷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白光，走近一看，是条节目组挖的小河，直接饮用河水的话很可能会窜稀。但此时快渴死的德爷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趴下蹲灌了个水饱。解决完当务之急的口渴问题，德爷开始计划接下来的路线。他判断这条河是朝西北方向流动的，如果做搜筏子顺流而下的话，能帮他节省不少体力和时间。但考虑到现在天色渐晚，而且天空还下着小雨，造筏子的计划只能先放一放，还是先找地方过夜要紧。这个石灰石洞穴就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躲在里面不仅干燥凉爽，到了晚上还不用生火取暖。就这样来到第2天，丛林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德爷油条包子都没吃，就从附近收集来一些枯木，扯下随处可见的藤条当绳索，先绑出一个3角形的创口，接着往表面覆盖上树枝当平台。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一艘制作精美的筏子就完工了。德爷满怀期待地坐了上去，然而德必陈号果然名不虚传，不仅造得快沉得也快，刚坐上去整个人就沉下去了一半。不过这些都不是要紧的，只要能浮在水面上就行了。就这样，德爷坐着筏子一直漂流到下午。此时的他已经有2天没吃东西了，身体急需食物补充能量。看到岸边有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挂着许多红色的果实，德爷将船停靠在岸边，用竹竿将那些果子打下来。晶莹剔透的果实吃起来香甜软糯，维生素 C 含量还是牛肉的几10倍。德爷一口气吃了2斤半。看到天空又下起了小雨，德爷干脆今天到此为止，钻进岸边的树林寻找今晚的庇护所。这棵中空的大树看起来就很不错，长短大小刚好合适。等到雨停后，德爷着手准备生火，用石刀折断几根竹子，做出把火炬，开始疯狂摩擦。半个小时后，火苗应运而生。接下来就该想办法找蛋白质了。喧闹的虫鸣说明附近肯定有昆虫，没走2步就抓到一只蟋蟀，用不着掐头去尾，直接送进嘴里，嘎嘣脆鸡肉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随后又抓了一只肥美的花蝴蝶，还是连肉带翅膀塞进嘴里。返回营地路上又看到一只千足虫，直接扔进火堆里炭烤，烤至里焦外嫩12分熟，送进嘴里自然是嘎嘣脆，蛋白质含量高低是牛肉的几千倍。来到挑战的第3天，德爷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翻山路线，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，想要翻过去简直难如登天。好不容易在前方看到一个缺口，上岸的时候差点没连人带机掉进河里，划了1天的水，今天就先在岸边休息一晚。来到次日清晨，为了应对接下来高强度的路程，德爷扯下几根竹子当水壶，接着便带上装备开始翻山越岭。在这种陡峭的道路上前进，德爷每走一步都不敢大意。果不其然，话音刚落，德爷就直接一个脚滑摔在地上。这不摔还不要紧，一摔还真摔出事了。抬头发现不远处有颗野生地雷，看样子估计比德爷的年纪还要大。这颗把德爷吓得差点头发都炸起来，要是一不小心踩上去，在座的各位都少不了随200吃席。德爷不敢多做停留，火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又往前跋涉了3个多小时，携带的淡水都已经喝光了，总算是看到了山顶的亮光，赶忙爬上山顶俯视一番，眼前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。而德爷的目的地就在远处的山谷，确认好了要去的地方，德爷马不停蹄朝着山下进发，途中还需要留意周围有没有淡水。就这样不知道跋涉了多久，眼前终于出现一条小溪，直接趴在水里洗。当然头发也不能忘，随后又喝了点洗澡水解渴。河岸边还掉落着不少坚果，砸开吃起来的味道像杏仁。探索周围时，他发现了一大片鸡油菌菇，德爷一口一个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地上发现了一颗不知名的野果，吃起来口感柔滑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极了。好家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逛小吃街呢。到了挑战第5天，起床后德爷沿着小溪前进，随着挑战来到第7天，他终于走到了溪流的尽头。但眼前却又出现了一个洞穴。根据此前查看的缺德地图，要想抵达目的地，就必须要穿过这个洞穴。毕竟在绕路的话，很难在10天内完成挑战。德爷先站在洞口简单勘探了一番，然后找到一棵龙脑香，其树枝是制作火把的绝佳材料。先用石头砸掉外面的树皮，然后在树洞里升起一堆火，等烧到差不多后用树叶扑灭，这样等到明天就能流出一大堆树枝。次日清晨过来检查，里面果然已经沉积了不少树枝。德爷把它们收集在竹筒里，接着与木屑混合在一起，用棕榈叶进行包裹，一根火把就做好了。
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进去之前德爷专门向救援人员汇报了自己的计划，接着便头也不回钻进洞穴。刚进去，德爷就被黑暗包围，火把成为了他唯一的照明工具。更糟糕的是，随着不断深入，氧气含量越来越少，火把再也撑不住了，没一会便彻底熄灭。此时的德爷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凭借摄像机微弱的灯光往前摸索，这让德爷感到十分不安。要是一不小心踩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好在没一会，前方出现了一道亮光，毋庸置疑肯定是出口。德爷一个激动没忍住，就发出给的怪叫。随着走出洞穴，眼前出现的建筑物标志着本期挑战圆满结束。